你有沒有用過瘦瘦針？有人打了以後說出現整個胃停止蠕動啊，胃癱掉了，然後持續劇烈的嘔吐，甚至有人打完以後眼睛的視力開始變模糊，出現所謂的眼中風的現象。邱醫師是不需要減肥的，但是呢，我為了親身體驗這個瘦瘦針的感覺，我自己也打了瘦瘦針，我打了2次，瘦了4公斤，然後被邱夫人罵得要死。我說你沒有需要減肥，你幹嘛讓自己變瘦？我減了4公斤之後，發現說肌肉的確是有點耗損。後來呢，要練健身，要把肌肉再練回來，好像比較困難一点。在今天節目開始之前，就是想先請問大家，你有沒有用過瘦瘦針的經驗？有用過的，請在留言区裡面打1；沒有用過的，請在留言區裡面打0。今天邱醫師分享內容呢，不管是有使用的跟沒使用的，都會有很大的幫助，請大家一定要把節目看到最後。各位如果看新聞，你就會發現說，最近有很多消息說，美國呢因為瘦瘦針的副作用產生好幾千件的这個訴訟案件紛紛要求生產瘦瘦針的廠商賠償。所以聽說這個禮來的股價本來是大漲，現在又變大跌。瘦瘦針當然是很迷人啦，因為真的有需要減重的人，以前用很多方法都很難瘦下来，现在用瘦瘦針一打好像很輕鬆的就可以瘦下 15%、20% 以上的體重，甚至最多還有到30幾%。Elon Musk 也公開宣稱說他也打這個瘦瘦針減肥，還有那個小威廉斯棒球名將也說他打這個減肥。瘦瘦針到底是不是真的那麼可怕為什麼出現副作用到要集體訴訟這樣子的一個狀況？瘦瘦針主要就是一個腸泌素嘛，GLP-1，嚴格的講起來不能叫 GLP-1 叫 GLP-1RA，RA 就是 Receptor Agonist， 就是受體的促效劑，它是刺激这個 GLP-1 的受體。那它成分很多，在台灣目前能夠用來減肥的主要有3支啦，一個是日打型的2支是周打型的。那周打型的一個叫周先打，一個叫猛健樂那成分不太一樣，猛健樂的成分還多一點點叫 GIP。那麼為什麼在美國會出現這些嚴重副作用呢？有人打了以後說出現整個胃停止蠕動胃癱掉了，然後持續劇烈的嘔吐，甚至有人打完以後眼睛的視力開始變模糊，出現所謂的眼中風的現象所以現在這個訴訟是排山倒海而來，很多人看了這個以後就會很害怕。有一個醫師呢，在他的 Facebook 裡面把這個瘦瘦針罵得一文不值，嚴重好像是故意殺人的那種感覺我覺得說沒有一個人做藥品是要做出來殺人，會有副作用這個也是常見的。為什麼？因為沒有一個藥品是沒有副作用的，藥品出來它都會有好多作用。如果你把其中一個作用當成主要治療作用、治療的目的，其他的作用就會變成副作用了。那其實也有很多藥品呢，一開始做出來不是為了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治療的作用，它呢一開始是不是拿来做這個用途，後來發現有這樣的副作用，結果後来把副作用变成主作用。我舉個例像治禿頭的柔沛，那個柔沛一開始做出來的時候，它不是要治禿頭的，它是治療攝護腺肥大的。但是發現說治療攝護腺肥大之後，有些人毛長出來了，副作用是長毛，所以後來就把它拿來治療禿頭，变成治禿頭是主要作用，攝護腺反而变成次要的。威爾剛也是這樣，威爾剛本來是要降血壓的，用治療高血壓的藥，後來發現說奇怪呢，給這個受試者使用的時候實驗結束以後藥還不還回來，一問之下才發現說哇，原來這個藥吃了以後性功能增強了。所以他們視若珍寶，然後就留下來不還給這個主持實驗的人。後來呢，把這個藥變成治療性功能障礙，血壓下降反而變成副作用了。所以你說主作用跟副作用到底怎麼分？就是端看你要把哪一個作用當來一個適應症用途啦，是這個意思啦。那麼現在在美國出現這麼多訴訟，這麼多的嚴重的副作用，到底是怎麼回事？其實呢，我要跟大家報告的是說，不要覺得那麼可怕啦。為什麼？因為台灣的確也有人出現，就是下面要講的這些問題。2024年，美國 FDA 就發布了一個關鍵的調查報告發現說很多嚴重副作用其實是跟劑量使用錯誤有關係的。為什麼會使用錯誤的劑量？跟瘦瘦針的設計是有關係的瘦瘦針使用到最後會剩一點點殘劑，那個殘劑很多人捨不得丟掉，所以會有所謂的販賣殘劑的問題。美國這邊也一樣，他們因為大量的缺貨，所以很多人就開始使用殘劑，或者是所謂的配製版叫 compounded 配製版的藥水，它本身已經沒有原來針筒的那個設計的，必須用針抽出來自己抽自己打。問題就出在這個地方， FDA 就發現說很多患者搞不清楚幾個 unit 跟幾個毫克的差異，搞不清楚這個差異。比如說你本來該打5個 unit 變成打5毫克，那個單位一差別來回可能差了50個單位，等於一口氣打了10倍的劑量。
任何東西少量是藥，過量就是毒了。就像肉毒桿菌素，它也是毒，多的时候它就是肉毒，就是要命的毒素。但是你把它稀釋再稀釋以後，就變成可以让你的皺紋消失的一個美容聖品。這個減肥的瘦比也是一樣啊。當你的劑量是合適的時候，它就可以幫助你抑制食慾，減少胃蠕動，降低飢餓感，幫助你減肥。但你一旦劑量過高的時候，它就變成毒藥了。它產生的副作用強過你要的那些作用的時候，就會有一些問題出現哈。現在在美國這邊呢，訴訟的原因不只是副作用的出現而已，因為副作用大家都知道嘛，噁心、嘔吐、腹瀉、便秘。美國這邊消費者的要求很高哈，他們是說你沒有標示清楚這些有可能發生的嚴重副作用，而且有些副作用可能是停藥以後還沒有辦法恢復的，這種你要標示清楚。所以為什麼現在你的藥品的仿單一打開，天哪，幾十種、上百種副作用，通通把你寫得清清楚楚，只要漏掉一個，它就有風險。所以很多人一看到副作用這麼多，天哪，不敢使用，不敢吃這個藥了哈。其實大可不必，因為這些副作用的發生幾率都是非常非常低，而且跟劑量有關哈。像其實在門診當中也發現很多人來買猛健樂的時候，他為了要求速效，一開始就說我要高劑量的，其實不是高劑量才是好的，這是錯誤的觀念呢。如果你真的要有效，又不希望有美國發生訴訟的這些嚴重的副作用的時候，應該是要從低劑量的使用開始，然後慢慢增加，低劑量一樣有效的，不要貪快、貪多、貪有效，然後一下就要打高劑量，很多高劑量一打以後都身體出現受不了的狀況所以不是高劑量就是好的，應該是要從低劑量開始使用才是正確的所以這邊也要呼籲大家，就是說不要去使用那種來路不明的針劑，幫你重抽的那些裡面濃度多少你也不知道，使用的時候一定要跟醫護人員詳細詢問正確的使用方式，每一個刻度多少一定要把它轉正確轉清楚，這樣子才不會誤用高劑量的瘦針，然後導致一些送進急診室的後果了瘦針的副作用的確是有可能出現，但是沒有各位想象的那麼恐怖那麼可怕。國外的訴訟情況呢，有可能是跟使用的劑量不對有關係，正規的使用從低劑量開始慢慢增加，可以絕大部分避掉這些嚴重副作用的發生。希望今天分享的內容對你有所幫助，歡迎大家訂閱邱醫師頻道，按讚分享，打開小鈴鐺獲取最新信息。各位朋友，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所講的，請在下面按個讚。如果你對我們的內容感到興趣，想要獲得最新的訊息，請按訂閱。下回見。